我们在神话故事里常常会听到神仙这个词，很多人认为神仙是一个整体，神和仙都是相同的概念。然而在我国传统的道教神话里，神和仙其实是不同的，具体有什么区别呢？汉字里的神和仙，《说文解字》对于神字是这么解释的：神，天神，引出万物者也，从事，身生。古代传统文化以繁体字为主，神这个字，其古字形由表示祭台的事和表示雷电的身构成。身的古字形是天空中闪电的形象描绘。在上古时期，人类对自然界未知的事物充满着敬畏，轰隆隆的雷电被认为是天神在发怒。不仅如此，古人对大自然界的风雨雷电、日月星辰等等都产生敬畏之心，进而加以崇拜，于是就有了雷神、雨神、风神等等神明的存在。神字左边的是字，这类神士旁的汉字一般在古代与祭祀、祈福有关，比如祀、神、祈、祷等等，本来是一个祭祀时候用的供桌，最上面那个短横就表示祭祀时供放的祭品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道：是，天垂象，见吉凶，所以是人也，进一步说明了是的含义。是和身组合在一起，意为祭拜发出闪电的天神。仙字有人和山组成，《说文解字》有云：仙，长生仙去，从人从山。东汉刘熙在诗名里写道：老而不死曰仙，仙，迁也，迁，入山也，故其至字人旁作山也。入山修炼，长生不老的人即为仙。道教里的神仙自周朝开始，人们把祭祀的对象主要分为3类：天神、地指、人神。东汉中叶，张道陵天师在鹤鸣山创立了道教。道教的神仙体系极为复杂，它不但吸收了上古时期的神仙崇拜，还包括内部创造的先天之神，以及修行得道的后天仙真。张天师在蜀地修行时书写病人姓名，说服罪之意，作3通，其一上于天，着山上；其一埋于地，其一沉于水，谓之3官手书。张天师认为3官大帝能为人赐福、贺罪、解厄，天官、地官、水官3官大帝的神仙信仰也逐渐在民间盛行。道教文化包含了2大核心，其一是承袭了道家的道文化，其二就是神仙信仰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自之曰道。道教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，是万物的本源，神仙也是由大道化生而来。正所谓道散则为器，聚则为神。神仙既是道的化身，又是得道的楷模。随着道教的不断发展，道教神仙体系也在不断完善。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，根据神仙道行和地位的高低，编著了《真灵位业图》，将道教的天神、地指、人鬼和仙真众圣等3000多位神仙分为了7个等级。第1等以元始天尊为主神，第2等以灵宝天尊为主神，第3等以太极金阙帝君为主神，第4等以太清太上老君为主神，第5等以九宫尚书张凤为主神，第6等以右近郎定陆真君毛固为主神，第7等以丰都北阴大帝为主神。不过这个神仙等级的划分还是有问题的，太上老君在道教神话里那么重要，却被排在了第4等，显然是不合理的。后来又经过不断完善，道教神话就形成了以3清6御为主要神仙的体系。3清即3清天尊，包括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。道教神话里用6位神仙分别代表着6个方位，即北方北极紫微大帝，南方南极长生大帝，西方太极天皇大帝，东方东极清华大帝，天上玉皇大帝，地下后土皇帝旨，构成了6域的神仙组合。那么道教神话里的神和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《西游记》里玉皇大帝、真武大帝、太白金星这些神话人物就是属于神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在天庭任职。而书中的镇元大仙
福禄寿3位老神仙得知孙悟空打倒人参果树，就说道：“你这猴全不识人。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，我等乃神仙之宗。你虽得了天仙，还是太乙散术，未入真流，你怎么拖得他手？镇元大仙是属于仙，虽然本领高强，但是却在天庭没有任职。神和仙简单的区别就是道教的神都是有神职在身的，而仙则是逍遥自在，没有司职。众所周知，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神，与之不同的是，中国不仅有众多的神，而且还有一个独特的类型——仙。在如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中，神与仙合译为神仙，指法力无边、长生不老的人物，无所不能，超脱轮回。但在古代文化语境中，神与仙各有所指，并非同一个类型。周朝经文揭开两者关系的秘密，也解开了姜子牙封神为何不封自己的缘故。神与仙含义截然相反，至少在商朝时期，中国已有神的概念。甲骨文中的申即为神，申的古字形是天空中闪电的形象描绘，古人认知有限，将闪电视为神迹而加以崇拜。神字出现之初，代表的是死去的人，已经盖棺定论之人。简而言之，死去才会成神。仙字的字形与含义主要有两种，即升高为仙与入山为仙，最终都是追求长生不死。与神相比，属于未定者，没有确定未来的活人。一、仙字最早见于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小传》，汉朝隶书将之简化为一体字形。篆书中的字见下图，由人四只手把东西举起来的示意图和坐着的人形构成，合在一起表示人看见一个东西升起来了，因此整个字的意思是升人天空中的人，即升高为仙。二、仙字另一种解释是人山为仙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仙，人在山上，入山长生，即仙字。又说入山之身也。当然，无论是人在山上，还是入山之身，都含有升高的意思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人山为仙是指在山中隐居修炼，而不是到山里去一下就成仙。因此，修仙，山中隐居修炼也。与之相反的是，儒家一直倡导入世，所以孔子门徒不会成仙，也拒绝成仙。因此，神与仙的区别在于，神是死人，是死后授予，已无肉身；仙是活人，是修炼不死，肉身尚存。也就是说，神没有肉身，只有一丝真灵，因而会被封神；仙有肉身，通过修炼，进而长生不死。可见，如今人们所说的神仙，其实本意更接近仙。由于神无肉身，因而神出现在人间是显灵，而仙有肉身，从仙人居住的高处来到人间，就叫做下凡。谁的地位更高？其实从道教神仙体系里也能得出结论，神的地位很明显是高于仙的。尤其是道教神系里的高阶神仙，都是由道气所化。三清天尊即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和太上老君是由玄、元、始三气所化。东王公乃是由元始天尊的清阳之气化生而来，西王母是由元始天尊的先天阴气化生而来，斗母元君是元始天尊的先天阴气所化而来，太乙救苦天尊由元始天尊的九阳之精气所化。其次，在道教神话里，除了道气所化的神祇，像自然神、雷神、火神、星宿神等等，都是天生具有超凡的本领的，他们掌握着控制风雨雷电、日月星辰的本领。而仙真则是通过自己修炼得来的本领，自然是比不过神祇。神祇超脱三界，不生不灭，而仙真虽然能长生不老，但是能达到授予天齐的仙人少之又少。最后总结一下，神的地位很明显是高于仙的。不过呢，神都是有神职在身的，而仙则是逍遥自在，没有司职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